与此同时，在塞浦路斯的铜矿内，万破军安排直升机将3门近防炮吊装到了预定位置。蓝红军要的爆破螺栓虽然罕见，但好在黑市也能买得到，而且体积不大，直接空运过来没浪费太多时间。3门近防炮用爆破螺栓固定好之后，6根炮管组成的炮塔无论怎么移动，整座近防炮都纹丝不动，稳定性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所有的爆破螺栓都已经连好了起爆器，需要时按下开关，螺栓就会在一瞬间炸断，实现物理分离。近防炮就位，蓝红军便与那些武器专家们一起将近防炮的目标瞄准与锁定逻辑与红外雷达、热成像识别设备链接在一起。按照蓝红军与其他武器专家制定的逻辑，他们先把整个铜矿的围墙设定为1级警戒范围，然后再把以铜矿围墙为基础200米范围内的这部分回字形区域设定为2级警戒范围。一旦这套识别系统启动，所有从外部进入到回字形区域的活体都会立刻触发警报。系统在向操控者发出警报的同时，会自动系统锁定外来目标，而系统锁定目标，近防炮也会同步锁定。这时候，操控者可以立刻按下开火的按钮，一旦按下，3门近防炮会分别以漩涡形弹道朝着目标所在方向以及目标周围发射炮弹。趁着近防炮还没上弹，蓝红军找来多名骁骑卫，让他们在2级警戒范围外等候。待系统启动，他用对讲机让这些骁骑卫其中的一个跑步进入2级警戒范围内。只见这人刚进入2级警戒范围，系统便立刻开始预警，同时3台近防炮死死地盯着他，他往哪走，炮口就实时朝着他所在的位置移动。万破军见到这效果，惊得合不拢嘴，脱口道：这要是上了弹，一按开关，被锁定的目标岂不就灰飞烟灭了？对，蓝红军点了点头，说道：这套识别系统还是很厉害的，几乎没有什么延迟，再加上炮弹射速快，估计是不可能逃得掉。这时，一名万隆店的武器专家开口说道：店主，这3台炮的弹道还要进行微调，考虑到目标实力可能非常强，移动速度可能非常快，如果3门炮都是追着他打，还真有可能追不上他。是，万破军点头道：我也不知道破青会的伯爵实力会有多强，实力越强的人身体就越敏捷，所以你们在锁定目标的时候肯定要打好提前量。那名武器专家笑道：我们不只是要打好提前量，到时候中间这门炮追着目标左右横着来回扫着打，打出一个横向的弹道，另外2门炮围绕着目标周身转圈，打出于2个圆形弹道。这3门炮形成的弹道在整体快速顺时针或者逆时针追着目标打。说着，他推了推自己鼻梁上的眼镜，指着眼镜说道：整体弹道就像是我这个眼镜的形状，而且是不停以中心点做圆周运动的眼镜型弹道，系统会永远把目标定在眼镜的正中央，这样一来，他往任何方向逃都是不可能逃得掉的。万破军喃喃地重复一句：眼镜形状，不断旋转的弹道，是这个意思吧？对，那名武器专家说道：3门炮会追着目标打出一个全面覆盖的超大弹幕，这个弹幕可不是视频网站上网友发的弹幕，这个弹幕是完全由几百上千发30毫米近防炮弹全面覆盖形成的炮弹天幕，而且每门炮所能密集覆盖的范围达到数百平方米，3门炮相互交叉覆盖，就算是一只苍蝇都不可能活着从弹幕里飞出来。说着，他嘿嘿一笑，又道：我给这套系统起了个很2次元的名字，叫死神之吻。万破军的师尊邱志远在一旁听着，不自觉地便感觉后背一阵发凉，威力这么大的炮弹，他自觉连1发都接不住，这真要是打出几百上千发，大罗金仙怕是也要交代在这里了。而此时，万破军满意地点了点头，又问他：那要是多个目标同时出现呢？武器专家道：多个目标同时出现的话，系统也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
如果选择开火，系统会以锁定目标的先后顺序，按照这种3炮协作的方式，一个一个来。说着，武器专家又进一步解释道，因为打得非常快，基本上1秒钟不到就能解决一个目标，所以哪怕一口气进来10几个人，只要按下开关，近防炮会自己逐个收拾，估计20秒内就解决战斗了。紧接着他又道，我给您模拟一下吧。随后他拿起对讲机，开口道，所有在外等候的骁骑卫一起进来吧。话音刚落，10几名骁骑卫在迅速突入2级警戒范围，万破军面前的电脑屏幕也弹出提示，近防炮已经锁定了第一个进入的骁骑卫，炮口跟随着他的移动而不断微调。这时那武器专家对万破军说，店主，您现在其实就可以选择开火了，3门近防炮都没上弹，您可以按下试试。这套近防炮不够智能，即便没有上弹，它也会被程序驱动，做出攻击流程。万破军点了点头，按下了开火的按钮。紧接着，身后的近防炮炮管开始迅速转动起来，紧接着炮塔也开始快速移动，炮管继续高速转动，炮塔一连串的陆续瞄着10几名目标，炮管空转，整个过程非常快，不过20秒钟不到就完全停止下来。那武器专家笑着说道，对近防炮来说，他刚才已经模拟了整个对这10几人的进攻过程，只是没有上弹，所以炮管只是空转，但在他自己的眼里，他已经把这些目标杀了一个遍了。如果是上弹状态，而且这10几人也确实是入侵者的话，现在已经解决完战斗，可以开始准备撤离了。那就好，万破军松了口气，笑道，要是这样的话，就算4大伯爵一起来，怕是也逃不掉了。肯定逃不掉，武器专家笑着说道，我们的炮弹威力十足，30毫米炮弹虽然打不穿主战坦克的重型装甲，但普通的轻型装甲车一炮就能打穿一个杯大的洞，他就算实力再强，挨上2炮也要见阎王了。我们就算他真的很牛逼，能扛20发炮弹，也就是1、2秒钟的事儿，更何况我们的炮都在制高点，而且炮身坚固，他们恐怕很难对炮产生威胁。一旦我们开火，他们只能被动挨打，到时候除了死，没第2条路。操！万破军微微一笑，开口道，未来这段时间我就在这里守着，系统的控制权也由我来掌控。说罢，他对身边的师尊邱志远说道，师尊，辛苦您通知下去，从这一刻起，所有人不得擅自离开铜矿范围半步。邱志远立刻说道，好的，我这就吩咐下去。万破军又对身边一名下属说道，让直升飞机全部回到港口的货轮上，24小时不间断待命，一旦听到炮声，直升机就立刻起飞赶过来吊装近防炮。以这3门近防炮的速度，飞行员听到炮声启动引擎的时候，战斗就已经结束了。他们5分钟能飞到这里，这段时间也足够爆炸螺栓引爆，做好吊装前所有准备了。那属下立刻说道，好的店主，属下即刻安排。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